好，大家好，那我们继续来看，那在这个环跟这个体是接着这一个group， 接着这个 group。那我在上面的录影的时候，就这个手写有一个小错误就是说abelian group 之前的 abelian 的前面的不定冠词要用 an， 要用 an， 这样我把它写成是 a， 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来看一下这一个环跟这一个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那原则上来讲的话，就是说它有它的一个它的一个重要性这样。那一个代数系统现在开始有两个运算有两个运算。好，我把那个比较出来。好，那一般我们会把它写成是一个写成是一个 r， 这 r 不一定是实数这 r 不一定是实数这样，不一定是实数这样所以我们就先来看 ring， 先看 ring， 那 ring 看完再来看那个field， 所以这个很伤脑筋所以那什么叫做 ring？ 什么叫 ring？ 它像有两个 operator， 那两个 operator 我们前面讲的4-5个不同的那个性质，所以依序要给它到底有几个这个 operator， 就是说一个 ring， 那中文的环意思是什么呢？一个代数系统所以这个定冠词不定冠词要小心的写，有时候太快就写错了它是一个代数系统好，那这个代数系统呢，我们习惯性因为他们在数学的就把它写成加跟乘号，但是加跟乘不一定是真正的加真正乘，它只是一个符号而已。这个注意with two binary operation， 它有两个二元运算。好，那什么叫 ring？ 我把它整理这样，你们就比较容易懂。第一个就是说r 跟怎么样跟加它形成一个系统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就是在这个系统它是一个交换交换群它是一个交换群，前面讲过了没有看出来？它是一个交换群它是一个交换群，有没有看出来？那这样就5个条件有5个条件，那后面我再整理好了，慢慢来那这个呢它跟乘法式的这个代数系统满足什么条件？它是一个半群哇，我的天哪，为什么搞得那么复杂？这个发展了100-200年的东西有没有？有那么久吗？不知道，至少应该是一个世纪以上应该有了那到底几个条件？大家再做整理。那还有呢，这个第二个运算它对第一个运算怎么样呢？具有分配性那我们就把它想成是以前的实数那个乘法对加法具有分配性。哇，那这些条件你把它背一下。天哪搞得那么复杂，没有办法，这个又不是我规范出来的，这是我们要玩的以后的那个代数系统的结构。所以group 有4个条件，有没有？那再加上交换就5个条件了。所以有些课本就不管你，就直接就把那个5个条件写出来，你就一头雾水。那它是一个半群2个条件，它半群就是要满足什么？封闭性跟满足这个结合性。所以我现在在帮你再做整理，有没有？因为这个都是未来一定要看到的。那分配性就2个嘛，左分配跟右分配，有没有？哇所以你看5+2+2，所以一般课本就直接写出9个条件出来那你就一头雾水，干嘛要9个条件？原来是它去规范加运算的这个形成的代数系统它是一个交换群，然后呢规范加运算跟这一个乘运算规范它的乘运算之下的代数是一个半群。注意加跟乘是我现在念的，它是一个抽象符号。那我们以后来看到的加跟乘那是变它特殊例子。那还有乘法对加法具有分配性，把它当作一个抽象符号来看，有没有？哇这个太厉害了，没有？好，再往下看。那什么叫做 field？ 哇来了，我们前面很辛苦就要来看到它。那量子里面也会再看到它所以这个把它弄懂一下。那一个怎么样呢？一个 field 终于出来了意思什么呢？它也是一个代数系统。我的天哪！
无所不在，有没有？所以我们就花点时间，规规矩矩把它学会，1-2个小时内就把它，这个当初我们读书的痛苦呢，就把它先学会了。它也是有2个 operation， 有没有？那它满足什么条件 ？OK， 就说它在加运算跟乘运算之下的话，它是个交换环呢。那环刚刚讲有9个条件，你们看出来，交换环就变成10个了。哇哦，有没有？它是个交换然后，可是要扣掉一个0，0是很伤脑筋，这什么意思？待会再解释。那扣掉待会再解释。好，那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群。它在乘运算之下是一个群。是一个群，你们看出来？那这个0是什么意思？这个0的话怎么样 ？is 什么呢？is the identity， 有没有 ？of f， 在加运算之下的单位元素，注意0跟1都是抽象符号，因为后来变成我们实数，你就已经习惯把0就当作0， 1把它当作1，那是为当初人家发明完以后才造出这个实数系统出来。那因为我们惯用它以后，就忘掉人家最早之前的规范，这样不要忘掉，不要忘掉。那这个前面讲过说，它又增加了一个什么 ？a 乘 b 等于 b 乘 a， 就有交换，因为加本来就有交换，在环里面的那个加就有交换，但是乘法没有交换，所以这个交换的形容词是形容乘，所以呢，它就有10个条件。真是累死人的！没有经过有教授这样整理的话，你会真的一头雾水。那这个你看，它群有没有？它就变怎么样？它就几个条件。它这边有先后，它有4个条件，有没有？那它的 identity， 它的 identity 就是什么？就是1。那因为扣掉0，因为0的话没有具有还原数，所以这个那当然这个整个代数结构是有点小麻烦。也就是说 a 的 inverse 呢就是什么 a 的那个一般的把它写成这样的一个负1的一个符号出来，没有？哇，这样就结束了。好痛苦的东西呢，讲到这边为止呢，就已经变成trivial了哈。但是你要花时间去背啦，还是有点小麻烦哈。所以我们真正是倒过来学，你们看出来，就是这是我们常看到的 fear。我们常看到的 fear is a fear， with， 注意啦，那是因为人家先发明了那个抽象的 fear 的那个定义，我才造出数系出来，没有？才造出我们后来这个实数系统出来。那当然还有一个复数系统 ，multiplication， 哇，就你们看出来，那这个很明显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 real number， 我们的什么实数。那这我刚刚讲，再讲一遍，是先有刚刚那个早先人要发明那个抽象的数系的系统出来，然后再来发现实数是一个什么？是一个 special case， 记得它是个 special case， 这个不要忘掉，不要本末倒置，所以这个要清楚。那复数也一样，你们看出来，那这个是我们的复数，我们的 complex number， 我们的复数，有没有看出来？我们的复数它也是什么？也是一个 field。那这个你在线性代数里面的话，几乎都会玩到这2个哈。那但是如果真正要玩那种资料压缩的话，你的 field 将会是一个很可怕的 field， 像刚刚讲过那个 zn， 那 z 还不行。Z 还不行，大家马上可以看到有没有？看到哪一些是可以，哪些是不可以？可以的我们就叫做 Galois field， 那不行的就不是 Galois field。好，所以我们看到这2个是常看到的，就是说实数在传统的加运算跟乘运算实际上它是一个 field， 那复数在复数的传统的加运算跟它的那一个这个乘运算这样，它也是一个 field。那如果你要去检查，就刚刚讲过说。好多条件呢，检查到后来都头痛了，没有？
那待会我再帮你们再做一个整理我们先把这边讲完。所以那好了这个我们 Z4 乘4的话，那到底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个就是说 Z4 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这个我刚刚讲过说在很多的应用里面那再度的跟你们整理一下有没有？好，那不熟的话上一集再看一下，有没有看出来？嘿，好，那 OK， 那这个的定义可以看刚才就是说在上一集已经有讲过，但是我还是完整的把它写一下。PQ 完以后把它同于4有没有？那这个的话就是说你要把它整理一下它的符号表，看出来它的符号表你可以很容易把它整理一下。那我再整理一遍。好，所以呢那个打字打错了0123 0123 0乘任何0的余数都是0嘛，这都0有没有？那1乘任何数的余数都是什么？都是自己本身所以这个23，可是2乘2等于4， 4同余的话就得0， 2乘3等于6， 6同余是等于2。你可以看到就很明显，所以你可以看到2去乘上 x 等于 x 乘2等于1那这个情况你会发现怎么样？它不存在耶，它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数系的空间的结构确实是有它的一个美妙性那我们这种课也没有多长就是你只要静下心来看，你真的可以学到很多完整的一个数学基础所以一呢is 什么呢？ is the identity of multiplication， 乘法之下它是什么？它是单位元素就一乘任何数就等于是自己本身没问题 but 怎么样呢？ the inverse of 2does 什么呢does not exist， 它不存在耶，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发现怎么样呢？所以因此 Z4 扣掉0有没有？在4的运算之下的话，它 is 什么样呢？ is not a group even 即使它怎么样呢？它是交换，它具有交换性。Who care? Nobody care it. 哇，这个写得太快这边有点乱，但是还算清楚了有点清楚。好，没关系这个我们把事情讲清楚就好了再来往下看，所以你发现呢那 Z5 呢 ？Z5 是什么鸟东西呢？那 Z5 为什么行呢？为什么行待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它竟然4，你看，所以我来看一下这个 Z5 有没有0 1 2 3 4 0 1 2 3 4 0乘0都是0，我们这样是乘法再想同余，说是1 2 3 4，所以1是它怎么样？1是它的 inverse。那2乘4当然是4， 2乘3 6余1， 2乘4 8，对5来讲余3这个你就可以依序把它都写出来，没问题有没有？所以把0给挖掉，有没有？把0给挖掉，所以把0给挖掉以后呢，你就发现怎样？发现说这个这个怎么样？这个呢，它是一个好，这是不要写错了它是 abelian group， 它是一个交换群那也就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告诉我们说它怎么样呢？它有可能是一个 field。可是我刚刚举的一个是4，一个是5，一个是偶数，一个是奇数，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呢？
答案是 no。我们来看这个式子，我故意举一个9，九也是什么？九也是那个奇数有没有？可是9的话不 OK 耶，为什么不 OK？ 你可以看到，我把它写给你看，嘿，0 1 2 3 4 5 6 7 8 0 1 2 3 4 5 6 7 8，我举一个没有还原数的就可以 gain over。你可以看到，那这个你可以看到呢，0 3得0 1 3得3 6 0 3 6 0 3 6。你说为什么那么轻松？我就把它先写完。好，这个你可以看出来，嘿，这个都是很简单的哈，非常简单的，嘿，0 6 3 6 3，怎么会其他都不出现呢？为什么不出现1呢？好，你看这个都不出现1，有没有？嘿，都不出现1耶。那按照我前面讲法的相乘以后呢，我现在是同于9嘛，同于9，能看出来。所以你发现哦，原来连9都不行诶。那不行的话，什么情况之下才行呢？当然是下一节的主题的哦。所以你可以看到 GCD 3跟9的话，最大的公因数是3，那它不等于1耶。所以你看 GCD， 所以关键就是 GCD 6跟9的话也是等于3，不等于1耶。所以那意思是3的 inverse， 我在上面已经算给你看过，你可以看到我用换一个红色来秀给你看。所以你发现呢3跟9，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你可以看到3 3得0，所以这个都没有办法，你找不到一个1的，就是说一定要找到一个1的那个 item， 就是等于是就它的 inverse， 所以根本没有没有那个 item， 没有那个 item 这样，所以呢3的 inverse 跟怎么样呢？跟6的 inverse 都不存在。你也一样，你可以看到在这个这2行里面根本找不到 do not， 这个不能 does， 这个有时候要小心一点，这个所以这个那我刚刚讲过说，其实这个式子要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子？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它的 greatest。 那为什么布这个局后面会再来讲，要讲那个质数，要讲那个质数但是最大的那个最大的什么公因数有没有？最大的公因数这样好，所以那好，先布一个局下来那等我们下一节的时候再来说明，把这做一个结论，就是说好 ZP 好，那乘法之下 P 是质数有没有？这个质数结果会是什么样的状况？这个是非常漂亮的所以为什么说有那什么最大质数那像说那个近几年那个张益唐教授他搞那个孪生质数有没有？那个质数也是在数学里面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很美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好了 ，P 是质数那这个 with finite element 有没有看出来elements 好，这个 is a field 就是说这个是个 field。那我们下一节才会来认真讲这一段，有没有？它是 P 减1耶，有没有看出来？那这个时候很明显的，它里面几个元素 ，P 个元素而已。那这种 field 的话，我给它一个名字叫什么 ？Galois。那 Galois 是一个悲情人物非常厉害。我们近似代数的抽象观念，他老弟应该讲老弟，他活不到20岁就死掉了他的伟大杰作竟然去申请天才学校，不被天才学校的校长看懂。当然是近似代数的基础，什么天才学校的校长看得懂？听说那个校长不知道是傅立还是泰勒，有没有？这个好，那等于说对所有的 A 属于 ZP 有没有？How to prove that A 的 inverse exist？如何证明？那本来我不想证明，可是我发现怎样呢？有很多的网红在美国的数学的那个教授在录出来，这都不容易懂，能看出来不容易懂所以我就决定要录一集给你们看那讲义我都很认真把它写好了所以
你可以看它，那这个到底怎么样证明？那怎么找到这一个 A 的 inverse？ 这个网络上有好多网红在证明你们有空也可以也可以去看，但是我相信我应该录的最好所以我这个我们相信应该是可以让你们可以很容易了解，才我们这门课才有存在的价值这样。好，那最后呢做一个结论就是说从代数系统要先去了解什么是 ring ring 有9个 condition 那还有呢去了解什么叫 field， 那 field 更可怕它总共有10几个条件，你看等于是9加10 9加1再加4，它14个条件好累，你们看到14个条件，说考试考你把那个14个条件写不用我这样的背法，你就完蛋了等于是说它是一个交换，就是说它的这个2加跟乘的运算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交换环然后呢扣掉加法的单位元素呢，它又是一个什么？它又是一个群，所以它总共会有14个条件那中间最重要就是 Galois field Galois field 那这个 Galois field 这个造成就是后来很多的数学家很多伟大的那个想法那这个当然我们后面呢我们再来会有一节那个1-2节再来追溯这些重要的东西，我想这个有必要做一个交代让各位一个完整的学习好，那我们这一节呢就先到这边。